草帽一伙各自开发的飞行方式。阿拉巴斯坦的贝尔曾说，海贼王里有公认的5种飞行能力，哪些是公认的不知道，反正早已出现千奇百怪的飞行方式，奇特在都是根据自身特点进行开发的。路飞的飞行方式，早期的路飞就已经能借助橡胶的特质实现短途飞行，也就是借助伸长的手脚，但显然这种飞行方式对索隆来说飞得很准，下次别飞了。开发出4档后，路飞才算真正的能够在空中闪躲腾挪的飞翔。4档状态下，将空气压缩进腿部肌肉内，利用强大的弹力突空气，从而产生高速喷气式的飞行效果。所以也难怪4档路飞经常性的兜不住就漏气了。5档觉醒后，所到之处皆是橡胶，所以空中漫步更不是问题。罗宾的飞行方式和路飞一样，也是通过果实的开发。罗宾的幻之翼可以让罗宾实现滞空和短暂飞行，甚至下面还可以挂一个弗兰奇。当然如果想飞得更高，那就需要借助弗兰奇的脑袋用一下了。虽然幻之翼不能让罗宾飞很长时间，但是巨好看呀，优雅美丽就够了。布鲁克的飞行方式，布鲁克很轻，甚至可以在水面上奔跑。不过布鲁克本身还是不能飞的，可是布鲁克会灵魂出窍，这样的话不仅是能飞行，准确的说是应该是飘荡，还能穿墙，而且没有实体，这简直是比真正的飞还好用。显然布鲁克起初开发这招的目的其实就是为了看胖子。以上是用果实能力飞行的方式，不靠果实能力的几个人自然也有妙招。弗兰奇的飞行方式，弗兰奇风来喷射。虽然弗兰奇和路飞都是喷气式飞行，但弗兰奇这个显然更可靠一些，因为它不受海螺石或者海水的影响，即便被捆上4肢也能脱离险地，关键时刻真能救命。没想到最变态的也是最有用的。山治的飞行方式，草帽团里最适合空战的那就是山治了。2年期间在人妖岛被逼出了月步，像山治这种靠脚力的，月步的确是很好的配置。之后就战斗服，看起来战斗服的飞行速度要比月步快，虽然现在战斗服被山治抛弃了，不过借助血统因子觉醒后更高速的移动，一样可以实现战斗服的各种增益效果。索隆的飞行方式，索隆一直以来都是靠借力飞行，和山治配合的空军爆裂梯，还有奥伦布斯的保龄球等等。在这期间，索隆当然也苦恼过自己不会飞，但以索隆的性格，当然不会学山治一样左脚踩右脚上天，因为索隆即便飞也得用手飞，这就有了鬼岛上的2刀流空离枪。索隆居然自创了自己的一套乐步。娜美的飞行方式，娜美拐来宙斯，这笔操作必然是稳赚不赔的。在增加战斗力之外，娜美同时也等于获得了一个飞行道具，毕竟宙斯以前是大妈的飞行作家，以后那要驮着娜美了。慎平的飞行方式，慎平是个鱼人，让他上天是不是有点难了？不过慎平还真的有办法，慎平可以在海里掀起一波强劲的海流，然后呢，慎平自己站在海流上就等同于飞行了。在推进城劫军舰还有追路飞飞越包围壁的时候，就可见这招还挺好用的。乔巴的飞行方式，前面说用果实能力开发飞行方式的时候没说乔巴，因为乔巴有点特殊。首先就跳跃强化状态下的乔巴还是有很强的制空能力的，但这个主要是兰波球的效果。还有一个就是和弗兰奇的组合技空中散步，这需要他俩的配合，由击剑狂魔弗兰奇在前面疯狂造楼梯，乔巴在后面疯狂递木板，几秒钟就造好，然后发动突然袭击，算是非常奇葩的一种乐步吧。乌索普的飞行方式，乌索普的方式真的有够抽象的，他在空岛的那些发明确实可以让他获得一些奇怪的飞行能力。在阿拉巴斯坦的时候，接娜美的助攻原地起飞，这是乌索普飞得最痛的一次。当然乌索普还有一种终极飞行方式，就是挂海贼旗的那一次，由山治踢上去，接索隆砍出去，再接弗兰奇崩上去，这就是乌索普飞得最流畅的一次。海贼王中发型对气质的影响，要说海贼王里能与其宏大世界观相媲美的东西，那就是发型了。海贼王里的发型真的有够千奇百怪，当然这期间也有不少人换过发型，他们的气质也有不同程度的变化。首先草帽团里，路飞比较早的一次换发型是在模仿山治的时候，还故意把头发弄成了山治的。看到这一幕我知道了，原来王子气质和该溜子气质之间只差一个路飞的距离，而路飞头发炸毛的时候又是另一种气质了。在见到迪巴鲁的时候，好家伙，这直接就是卡卡罗菲要变超赛了是吧？不过路飞很经典的一个发型就是爆炸头发型，路飞自然是没有这么长的头发，但在乌索普的怂恿下，这个假发套给了路飞力量。毕竟海贼王里有个真理，就是披风让人变成英雄，爆炸头让人充满力量。不得不说爆炸头路飞还真的挺帅的，也有网友设计过路飞卷发的样子，还挺可爱。其实不管路飞弄什么发型都能成为焦点，这难道就是传说中的主角脸？而索隆足足有过3次爆炸头发型，一次是在山治眼里的形象，准确的说直接就是个绿藻球，还有一次是在机关城剧场版里乔巴卡索隆头上了，第3次是海贼小剧场里的索隆山大婶，草帽团变大婶统一爆炸头。虽然爆炸头索隆也别有一番气质，但最好还是不要，因为怕路飞看见会羡慕死。一直以来山治的发型不管怎么微调，那一把子刘海一直是灵魂。不过其实山治把刘海撩上去肯定也很帅，毕竟永志就是没有刘海的，所以山治没有刘海大概就是这样的。怎么样，是不是比有刘海还帅？而娜美的成长历程在发型上就清晰可见，最开始是清爽的短发，这个时候的娜美给人的感觉比较青春活泼，
往后娜美扎小辫的时候就越来越多了，这个时候的娜美变成甜妹风格了，2年后就真的是长发及腰了，有靓丽大小姐的气质。娜美平时喜欢打扮，她的发型也不止这些，比较好看的就有2年后的长马尾、蛋糕岛的盘辫、变小萝莉的双马尾和偶尔扎起的羊角辫，这些感觉很好看。罗宾呢，2年前主打一个柔顺且刘海，当时还是非常神秘的御姐风。2年后罗宾的头发也长长了不少，基本上都是把头发梳上去了，比之前更轻熟温柔了，即便留起刘海也是得到的那种。不过罗宾好像还没尝试过波头短发，短发罗宾是什么样的呢？结果发现短发罗宾也真的好好看。其实给罗宾换上不同的发型都挺好看的，只不过气质各不相同。而且罗宾的气质是根据头发长短来调节的，头发越长越温柔，头发越短越帅气，真的有被短发罗宾帅到。在草帽团里跟发型最没关系的应该就是乔巴了，他头上只有一撮勉强称之为刘海的毛发。不过网友也给乔巴设计了一些发型，虽然总感觉奇奇怪怪的，但这个佩罗巴还真的怪挺可爱的。要说草帽团里跟发型最有关系的就是草帽团的 Tony 老师弗兰奇了。之前盘点过弗兰奇的36种发型，现在应该得40多种了吧。弗兰奇的发型虽然多，但大多都不正常。要说能影响什么气质，似乎换什么发型都难掩变态气息。但弗兰奇有一款背头真的还挺帅的，当然这也是他为数不多正常的发型。盛平归队的时候，弗兰奇为啥这么高兴？因为有靠谱的来开船了，弗兰奇终于可以肆无忌惮光明正大的去当发型师了。有些人必然是需要弗兰奇这样的发型师的。首先白胡子年轻的时候一头金发，可以说条件非常不错，老了之后也许是遇到了脱发困扰，但是他这个和胡子一样的造型的头发就非常抽象。然后艾尼路的头巾底下是一个小号的爆炸头，我称之为爆米花头。艾尼路这条件真的是该找一个靠谱点的发型师了。克丽夏长得也不算丑吧，但他非要搞一个法棍一样的发型，这个发型要是让罗看见了，罗必然要上克丽夏的头了，所以克丽夏留个正常点的长发也是不难看的。当然还有不少人因为换了发型气质提升的，凯撒当年还是柔顺的妹妹头发型，这离谱的发型差点没认出来，后来凯撒的这一头长发反正某些角度还是挺帅的。蛋糕岛的凯撒，瓦斯蒂诺超级刺猬头，逗逼气质则是一览无余了。维尔哥早年的蘑菇头发型真的是一言难尽，堪称是脸和发型最不匹配的典型。维尔哥这种硬汉脸配上他后来的寸头，这才和谐多了。巴基的颜值巅峰期在推进城阶段，因为他当时没戴帽子，留了一个长马尾发型，那个时候乍一看巴基帅了不少，如果能正儿八经拍几张写真，我愿称巴基为帅哥1秒。老沙的手下双手指波拉，这一头大波浪是不是有点夸张了？但是他在蜘蛛咖啡店把头发扎起来的时候，搞了搞造型就好看太多了。传次郎在大蛇身边当卧底期间，头上戴了一坨摸起来手感应该挺舒服的假发，需要隐藏身份可以理解，但不得不说这个发型绝对可以在障碍家族里占 C 位。正常情况下传次郎就是留了个马尾辫，看起来好多了。斯摩格2年前的发型还是比较随意的，看起来略长有点炸。2年后烟鬼一看就是设计过发型，两边剃短了，留了一个背头，这样看起来就有型多了。但是这个背头并没有给烟鬼带来好运，开局4连跪。还有些人的发型很久都没有变过，可以看看他们还比较适合哪种发型。巴托洛米奥非主流的机关头，这种发型应该不是最适合他的吧，给他捋直了看看。好吧，巴托还是最适合机关头。女帝的鸡发式公主切也很有特色，那给女帝换上短发公主切看看，好家伙，看起来更娇媚了。虽然也特别好看，但总感觉很是符合女帝结了婚之后的气质。尾田曾经表示，女帝的头发是最难画的，而女性的头发又比男性更难，因为要做大量的光泽处理，尤其是黑发，所以可以吐槽脸都是娜美脸、罗宾脸，但论设计发型，尾田老师是专业的。把路飞介绍给全世界的那些人，这一路上路飞声名鹊起，赏金提高，主要是靠自己做出来的。不过额外的也少不了路飞的形象宣传大使们，致力于将路飞介绍给全世界。首先就是艾斯，在艾斯早期的冒险中，他闯入鬼岛，和大河不打不相识，成为了要好的朋友。艾斯兴奋地向大河介绍起3年后要出海的弟弟路飞。在艾斯这里，从他的语气中，那已经不是在介绍路飞了，而是自豪地在向全世界炫耀自己的弟弟路飞。他也坚信路飞一定能成为一个强大的海贼。強大な存在になる。君の話、何回弟が出てくるんだ？何回でも聞けいいだろうが。こんなやったら。やめろ！正因艾斯大河有这么一段渊源，多年之后，路飞来到鬼岛，大河迫不及待地想和路飞见面，并表示自己一直在等他。这件事的来龙去脉，当时还让路飞倍感懵逼。艾斯与大河分开后，不久之后，艾斯遇到了白胡子，后决定留在白胡子海贼团。在路飞首次悬赏3000万贝利的时候，艾斯拿着路飞的悬赏令，高兴地向白胡子炫耀。見てくれ親父，これ俺の弟なんだ。不过乌索普大神这个脑袋是真抢戏，仔细一看，艾斯只到了乌索普脑袋上。
不过话说回来，艾斯当然知道当时的路飞在老爹那里也就是个排不上号的小海贼，但艾斯依然无比自豪。艾斯有多宠路飞，那真是溢于言表了。只是现在的路飞已经名扬天下，而当初那个3句话离不开我弟弟的大哥已然不在了。巴托洛米奥作为路飞的小迷弟，巴托宣传路飞的方式就无比喜感了。他们的前进路飞前辈号整合了草帽团的一些标志性元素。巴托俱乐部的2号人物是个传教士，他们要传播的教派就叫路飞前辈教。德雷斯罗萨之后，巴托一伙人来到了四皇红发地盘上的一座城镇。征服城镇后，一整个海贼团就干起了推销，只为了让大家人手一个路飞形象的胸章，然后在这里还把红发的海贼旗给烧了。这算是帮红发连海贼旗也给堵在新时代上了，并举起了草帽海贼团的标志。这一波操作真是让巴托给干绝了。不知道红发来视察后，看到自己地盘上的海贼旗被烧了，这里的人都佩戴着路飞的徽章后会是什么反应？科比作为路飞的另一个小迷弟，因为立场原因，他不能像巴托那样大张旗鼓，但也是私下里疯狂向队友安利路飞。比如海军卧底德雷克，在凯多阵营里面露出马脚走投无路的时候，突然想起科比小弟跟自己灌输的信仰，有困难找路飞。打进来的路飞和冲出来的德雷克刚打了一个照面，德雷克就请求加入，请求入坑。お前たちと共に戦わせてくれ！路飞又懵逼了，咱俩很熟吗？路飞就寻思，怎么总是会有一些奇奇怪怪的人来找我呢？这都是谁给宣传的呀？红发香克斯，雷利能成为路飞的师傅，很大一方面也因为红发的安利吧。大概10年前，红发和雷利见了一面，雷利发现那时红发的左臂和罗杰给他的草帽都没了。红发也直言，他在东海遇到了一个小鬼，他说了和船长罗杰一样的话，在他身上看到了罗杰的影子。正因如此，雷利有了期待。多年之后，雷利跟路飞说，我在这儿等你很久了。红发也把断臂这事儿跟白胡子说了后，白胡子见到路飞时，也对艾斯的这个弟弟能让红发赌上1臂的小鬼充满了好奇。然后是路飞5皇的背后推手新闻王摩根斯，跟前几个发自内心的自豪、崇拜、信仰、欣赏不一样。摩根斯宣传的目的都是为了钱和职业，虽然摩根斯的报道多有一些夸张的成分，但作为新闻工作者，他也有拒绝贿赂、该报就得报的原则。他把路飞大闹蛋糕岛的事迹添油加醋，宣称路飞是第5位海上皇帝，也促使路飞的赏金飙升到15亿，声名大噪。路飞毕竟征服了卡尔，15亿赏金倒没什么，但当时路飞跟4皇的差距还很大，所以5皇推手摩根斯也被称为最强路吹。另外，路飞的形象能一步步的让4海皆知，还得多亏了海军不断更新发布的悬赏令。而且路飞每次的悬赏令照片都是活泼开朗，充满正能量，亲和的完全不像个海贼，是最直白的性格介绍。所以一直以来，海军才堪称是路飞最牛批的形象宣传大使。神之谷巅峰赛各路大佬的年龄，38年前那场改变世界的巅峰赛，那批人如今大多都被称之为旧时代的残党。但看到这等场面的时候，也不得不感叹，旧时代的残党们曾经也年轻过。红发香克斯时年1岁，这都不能叫年轻，那会儿他还是个宝箱中的 baby， 被罗杰海贼团捡到。然后在堪称海贼黄埔军校的洛克斯海贼团里面，凯多21岁，是这些干部里面年龄相当小的。那会儿凯老师确实还是个弟弟。大妈30岁，当年的大妈貌美如花，不过大妈从18岁开始生孩子，那会儿就已经生了30个孩子了，是真的能生。白胡子36岁，这个年纪一看就非常的巅峰期，一头金发，很帅很年轻。巴金汉姆斯图西38岁，趴在白胡子的背上，和白胡子的关系有些暧昧。年轻的金狮子史基和女儿岛的杂婆婆，具体年龄不详，看起来也都有30-40岁的样子。不过当年洛克斯海贼团的大妈斯图西、杂婆婆这3大团花，如今的变化真的是惨不忍睹。罗杰海贼团，罗杰时年39岁，乍一看罗杰好像比大多时候看起来更帅了。原来当时的罗杰还没有那2撇4鼻飞毛的胡子，果然那种怪异的毛发是会影响气质的。雷利40岁，这个年纪的雷利当然是很帅的，金发、背头、眼镜，儒雅中又不失一种凌厉。贾巴等一些罗杰团的核心干部暂时还比较神秘，未来也许会重新登场。海军方卡普领衔，卡普当年40岁，已经是中将了，虽然是中将军衔，不过看起来给人的振奋程度堪比大将来镇场子。神之谷之后，卡普更是被赞誉为海军英雄。不过最神奇的应该是卡普的副官博加特，38年过去了，博加特看起来居然一点都没老。博加特目前顶多50多岁吧，那估计博加特20岁左右的时候就去打巅峰赛了。神奇团这边由老红发格林古圣率领，老红发除了发型有点嚣张，这分明就是刮了胡子的香克斯，也是很帅了。现在老红发也已经成老白发了，应该也是7老8十了，当年30多岁的年纪。而在这一场巅峰赛之外，一波更年轻的力量悄然崛起了。蒙奇蒂龙此时才17岁，脸上还没有脱鞋印。17岁是个神奇的年纪，艾斯和路飞分别在他们各自的17岁出海，龙应该是在他这个年纪创立了自勇军，也就是革命军的前身。
组建军队化的革命军的想法是在龙和贝加庞克悼念奥哈拉的时候提出的。那个时候龙已经33岁了，不过脸上依然还没有印记，不用说肯定是被卡普知道了，后来被踹上了拖鞋印。神之谷时期，卡塔库利当年10岁，保护妹妹布蕾觉醒霸王色就是在这个年纪。大妈远在洛克斯海贼团，卡尔就成了家族中的顶梁柱。后来的3大将青雉、赤犬、黄猿此时还都没有加入海军。库赞11岁还在流浪，距离他加入海军还有8年。萨卡斯基17岁，距离他加入海军还有6年。波鲁萨利诺20岁，距离他加入海军还有6年。后来绵阳四海的大海贼们，要么是没出生，要么还都是小孩。此时黑胡子2岁，明哥3岁，还没从玛丽乔亚搬出来。鹰眼5岁，应该是刚刚开始练习剑术不久。老沙8岁，熊9岁。而此时草帽团里只有2个人出生了，一个是慎平，时年8岁，还在愚人街里摸爬滚打，学习愚人空手道。还有一个就是布鲁克，布鲁克是真牛逼，时年已经52岁了。布鲁克是38岁死的，找身体的时候迷路了1年。可想而知，即便是久远的神之谷时期，布鲁克也早已用一副骨头孤独的生活了13年了。所以何止是罗杰，也只能算个新人。热火朝天的神之谷一战，在布鲁克看来，那就是这帮年轻人还真是精力充沛的一批。新世界烂大街的火系能力，曾经出现的和火有关系，或者说有火焰技能的人并不算多。而在新世界，熟练运用火焰这项能力的人开始逐渐增多，尤其到了和之国，除了萨博没来，绝大多数会玩火的都聚集在一起了，给人一种火系能力是不是烂大街的感觉。山治2年后，双脚都会生成火焰，简称双会火腿，而且越烧越旺。现在山治有了恶魔风脚的升级版魔神风脚，火焰早已是山治的一项常规属性了。另外，火花红文斯莫克一致可以打出火焰攻击，它本身也是火属性。会虎火流的警卫门不仅可以在刀上生火，还可以展开火焰。据他说，没有他劈不开的火焰。索隆也学会了虎火流烈焰斩。凯撒一是可以引燃瓦斯，产生爆炸般的火焰攻击；二是有一把青岩剑，就是将抽出来的氧气集中在他的剑柄上，释放出的火焰将氧气燃烧，衍生出一把具有蓝色火焰的火焰刀。路飞致敬哥哥艾斯，2年修炼期间开发出了一招火拳冲，整个手臂都会产生火焰。在时间线上，首次使用是在特别篇 3D2Y 中，攻击力不俗。然后是夜火手枪，是3档状态下的火拳冲，这个火更猛烈，威力也更大。这一招也把凯多给击倒过一次。大妈有普罗米修斯、烈焰喷射和天上之火，这2个技能完全就是大妈版的火拳和火柱。凯多的热吸可以吐出长达数公里的火焰，瞬间将一座山头焚毁殆尽。炎灾尽的火属性，尽是近乎灭绝的露娜利亚一族。这个种族除了可以在任何环境下生存，身上还自带火焰，单看尽把火用的炉火纯青，不光自带，还是玩得很溜的那一种。大妈家族里的欧文和巴斯卡尔迪，一个热果实，一个能操纵火焰，这俩也跟火有关系。这些人明牌自己有火焰属性也就算了，最搞的是还有一个死也要凑热闹的，那就是看侍郎。他居然画出一个火焰怪物在纵火，这是嫌会玩火的人还不够扎堆吗？再加上基德手下干部希特会吐火，乌索普有火鸟星，弗兰奇有弗兰奇火球，马尔科有再生岩。也正是因为以上大多数人现在全部聚集在鬼岛，之前那真是上面2个会放火的4皇在放火，5皇用火拳打对他放火的4皇，2个会虎火流的剑豪轮流砍4皇的火，下面2个会飞的火腿在对踢。马尔科用青岩压制全场的冰鬼病毒，死不透的看侍郎不会火系能力也非要插一脚，给人一种感觉火焰能力就这么烂大街吗？尤其是和之国直接井喷式出现，所以才有了我吃这烧烧果实有何用的梗。火焰能力确实已经不独特了，但烂大街还不至于，它依旧是一项高端且强悍的能力。现在能熟练掌控火的人，依旧也是那些实力很强的大佬们。而大妈凯多有火系技能，但他们自己本身也怕火，大妈也怕普罗米修斯给自己来一下。凯多的热吸之前被雷藏的卷轴给卷回去过一次，凯多自己都扛不住自己的技能，被烫得嗷嗷叫。而这时候烧烧果实的独特性就显现出来了，本身就是火，自然也不怕火，甚至可以把这些人的火为己所用。而且把一堆草点着和直接造出来个炎帝，虽然都是玩火，但根本就不是一个级别上的。烧烧果实在火系能力中还是有着统治力的，而烧烧果实现在已经不单是一颗果实，一种能力。萨博义无反顾地吃下烧烧果实，路飞开发火拳技能，也就是所说的烧烧果实3兄弟通用。它的意义不管对路飞、萨博而言，还是对海米而言，都是寄托着情感的。一生火拳49亿，所以不管火系能力有多么泛滥，烧烧果实却是无可替代的一个存在。海贼王中的那些灵魂画手，娜美作为航海士，经常绘制海图是她的专业技能。有这个功底，娜美当然也会画画。娜美的代表作《狮身人面兽》，当时胆小组在恐怖3维帆船的时候，娜美看到了一只人脸狮子，娜美顿时被吓出了魂，然后娜美将她看到的狮子画了出来。虽然那只狮子很猥琐，但娜美画的，用罗宾的审美来说，就是画的非常卡哇伊。娜美的画风就感觉在像和不像之间反复横跳。要说不像，娜美还很严谨，
下巴、鼻子缝补的痕迹也都挺细节的。但要说像，又感觉娜美画的不能说毫不相干，但也天差地别。加洛特的偶像派画风，代表作人人都是卡文迪许。当时乔巴、加洛特为了寻找伙伴们，加洛特画了山治、路飞、娜美、布鲁克、佩德罗5个的画像。后来佩德罗吐槽，这是 P 过头了吧？确实，不得不说，乍一看这是画了5个卡文迪许嘛。但仔细一看，这画风似曾相识，怎么这么像山治用整形踢出来的那种画风？很帅，但帅的有些油腻。尽管如此，相比于那几张悬赏令，这也是山治最漂亮的一张肖像了。罗宾的写实但稳中带皮的画风，作为考古学家，有一些绘画或者素描的功底也是应该的。但罗宾内心很皮，比如罗宾个人画展上那幅名叫卡哇伊的画，有人说这张画非常像山治的悬赏令，怪不得这么眼熟，真的就是同一个画风。罗宾和火焰拍照侠的美术是同一个老师教的，也有理有据。路飞的抽象派画风，代表作有草帽海贼旗的草稿和鲸鱼拉布头上的草帽团标志，以及娜美变成人鱼的简笔画。还有在和福克西比赛胜利后，路飞要走了福克西的海贼旗，并给他们安排上了自己亲手画的。路飞的画技依旧稳定发挥，让人过目难忘。上面的几个字符是狐狸的意思，代表银狐福克西。路飞的画技做到了杀人诛心的效果。在到达海上车站的时候，可可罗婆婆给了路飞他们一份岛屿地图，结果后来娜美打开一看，居然是一张极其草率的蜡笔画。乔巴捡起来还说，哇，这跟路飞的水平一样。正好当时路飞迫切的需要一个船大工，于是他也画了一幅蜡笔画，理想中船工的样子，而且这个船工身高有5米。但不得不说，有某些地方和之后的弗兰奇好像还有些神似。对了，路飞最初画的那个人鱼娜美，后来在乙姬王妃的回忆里真的出现了。乌索普的涂鸦画风，代表作有乌索普自娱自乐旗和草帽海贼团的正式团旗。从小就在别人家墙上涂鸦乱画，造就了乌索普的美术才艺。不仅如此，乌索普在雕刻艺术上也有天赋，有人画画堪称直击人的灵魂，有人画画堪比操纵灵魂。老沙手下的小萝莉黄金周，她本身就是个小画家，手里经常拿着画笔和调色盘，能力是用颜料和符号影响别人的情感和意识。但根据尾田的说法，黄金周并非果实能力者，而是通过神奇的色彩精神暗示对生物产生影响，属于一种神奇的催眠术。黑炭家的看十郎，首先他是比比果实能力者，他画出来的东西可以成为实体。看十郎作为内奸，一开始刻意隐藏了精湛的绘画技能，所以之前的代表作都是龙之柱、画中雀、虎三郎、猫走卫门这种像龙像鸟像虎像猫但又都四不像的奇怪生物。帮乌索普画的表情包算是帮助乌索普完成了绝杀。在和之国，看十郎露出真面目，其精湛的绘画和之前简直天壤之别，不仅是能画出可以以假乱真的自己和光月玉田来吭哧跳武士，在1030画中，死不透的看十郎又诈尸，挣扎的看十郎画出了一个火焰妖怪，妖怪所到之处都会燃烧殆尽，只不过是黑炭家族垂死挣扎的一种报复而已。目前来看，看十郎的画不仅不烂，反而每一次都意想不到，有一定的抗水性，还不会像明哥那种自己跪了鸟笼就会消失的绑定关系。看十郎又跪了，但他画出来的妖怪不会因为能力者目前的状态而受到制约，会有自己的意识，真的是给画倾注了一个灵魂一样。以上这些灵魂画手虽然都会画画，但画风各有不同。海贼王中有多少种画风，也代表尾田会多少种画风，所以海贼王最牛批的灵魂画手还得是尾田。海贼王里那些奇奇怪怪的交通工具，罗宾的那只龟，当时罗宾在老沙手下做事的时候，初次登场居然坐着一只很大而且还叼着烟很气派很拽的龟。这只叫胖胖的龟戴着一顶牛仔帽，而且还加装了垫子毯子什么的，坐上去非常舒服的样子。罗宾的出行工具当时让草帽一伙很震撼，这只龟除了能当船还能拉车。后来罗宾还派胖胖龟去把巴洛克工作社成员接来雨地，简直是水陆两栖多功能出行工具。骆驼和搬家蟹，骆驼当交通工具虽然不奇怪，但这只骆驼只肯驮女人不肯驮男人，即使被暴打一顿也宁死不屈。后来骆驼睫毛帮忙找来了好朋友搬家蟹，帮助草帽一伙前往阿拉巴斯坦首都。而且这只被叫做剪刀的搬家蟹，它还有一个隐藏技能，隐藏技只有女生才可以触发，发动后它的速度会更快。另外功夫海牛也能发挥拉船工的作用，因为搬家蟹是沙漠动物，也不擅长水性，所以很快就沉下去了。这时出现了一只吃人的大鲶鱼，危难关头路飞的徒弟们功夫海牛又出现了，暴打了大鲶鱼，并且组队将载着草帽一伙的大鲶鱼拉上岸，成功渡河。卡鲁亚和超级卡鲁亚军团作为微微的小跟班，卡鲁亚在一路护送微微的工作上立下旱鸭功劳，而且手下的其他快跑鸭也为草帽一伙发挥了骑兵的作用。海牛摸摸曾是阿龙手下的战斗员，2年后成为卡里布的拉船工。作为交通工具，虽然动力澎湃，但却很胆小，主要是被路飞山治给打出了心理阴影。再次遇到路飞他们，然后就扔下老大自己跑了。
水之都的布鲁是水之都当地的特色出行工具，布鲁长得非常像马。当时娜美他们花了2000贝利租了2只，另外弗兰奇那里还饲养了2只体型很大的帝王布鲁，还有强者世界里变异雷鸟比利。因为路飞是橡胶体质，所以当时就出现了路飞骑在鸟上，娜美骑在路飞肩上的神奇乘坐方式。后面比利在路飞和金狮子打斗时也帮助了路飞。鹰眼的装了风帆的棺材，这种神奇的出行方式足够奇特，但要是没风的时候他又没桨怎么办？那只能是镜头没到他的时候，就在人后面拿黑刀叶疯狂划船，镜头到他的时候就立刻翘起2郎腿摆出霸气坐姿。还有一些人更加奇特，他们利用自己的能力搞出了各种出行工具和方式，比如种果实的藤虎，用自己的能力可以坐在一块浮起来的土地上，并且藤虎可以打出横向的那种力，那应该可以前后移动的，在半空移动应该不会堵车了吧？这跟金狮子有点像，金狮子也是将一大块土地飘起来作为自己的战舰。大妈的霍米兹除了普罗米修斯和曾经的宙斯是大妈的专属座驾之外，布林那条阿拉丁神灯款的飞毯也是大妈用能力赋予的。还有娜美用大妈的生命卡发号施令，让巴姆大王成为自己的交通工具，载着草帽一伙试图逃离大妈的追捕，但最后被普罗米修斯烧掉了。明哥的线果实，他的线可以勾住物体，非常灵活地控制自己在空中的位置，甚至明哥把牛顿的棺材板给捆牢固之后，可以用线勾住云，从而达到高空飞行的目的。青雉的自行车，他的自行车本身并不奇怪，但青雉用能力开发出了海上自行车的玩法。黄猿踩着炮弹空降香波地，看来大将们很是喜欢搞出这种花里胡哨的出行方式。还有艾尼路可以用自己的能力发电作为动力的方舟箴言，巴基的巴基四驱车，亚尔丽塔的人体滑板，贝基的坚城果实把自己的双腿化作履带，加上他身体里本来就可以装人，他自己完全就是一个极其方便的出行工具。总之，海贼世界里除了一些人会飞之外，不会飞的也可以用各种千奇百怪的方法开发出奇特的交通工具。酷帅姐姐罗宾酱的那些经典穿搭，在草帽团里罗宾的穿衣风格应该是变化最大的那一个，早期神秘优雅，后期敞开心扉。不过温柔优雅的姐姐一直是罗宾给人的感觉，非常符合她的气质。罗宾初登场时悄咪咪的上了草帽团的船，主动把路飞的草帽戴在了自己头上。当时罗宾戴了一顶牛仔帽，绑带式的上衣，带流苏边的短裙，一双靴子，给人一种神秘又野性的印象。罗宾的代表颜色为紫色，所以此后罗宾的穿搭里也少不了紫色元素。手臂上的流苏装饰上面有代表巴洛克工作社 BW 的字母。到了阿拉巴斯坦，罗宾这套衣服外面穿了件白色长款大衣，帽子款式没变，只是换了顶白色的，靴子换了双灰色的来搭配。打败老沙后，罗宾被路飞从地宫里扛了出来，第二次悄咪咪的上了船。这一次罗宾换了身比较温柔的休闲装扮，一件浅浅的紫色衬衫，紫色的裤子和中跟玛丽珍鞋，用温暖的笑容和多才多艺的亲和力拿捏了一船人。到了加亚岛，罗宾在衬衫外面穿了件柏林款式的短款夹克，其他没变。在这里，罗宾悠闲的去买衣服了，可见罗宾也是买衣大户。早期罗宾穿衣的风格比较有气场，那种酷酷女人的感觉。到了空岛，罗宾换上了一件黄色印花的背心，紫色的七分裤，帽子和鞋还是之前的，手臂上又戴上了流苏饰品，只不过这一次不是 BW， 而是代表尼可罗宾的 N。罗宾吃了士力架，做回了自己。空岛探险期间，罗宾背了一个小单肩包，此后罗宾经常会背各种颜色的这种单肩包。打败艾尼路后，罗宾的穿着在动画和漫画里出现了偏差，漫画里是皮夹克和绿色波点的吊带，而动漫里则是蛇纹风衣，直到长链岛才重合。经历了被青雉冻成冰块，罗宾伤愈复出后换了一件蓝色连帽的卫衣裙，可以发现罗宾的穿搭已经开始褪去距离感，变得越来越温柔了。这中间罗宾也穿过海军制服，虽然海军要塞篇是原创剧集，但海军版的罗宾真的帅炸了。到了水之都，罗宾换了一身2年前最经典、最酷、最性感的一套衣服，黑色皮衣包臀裙加黑色高跟长筒靴。罗宾身材本就高挑，这套衣服非常好看。有意思的是，罗宾里面其实混搭了一条白底紫色波点的花边连衣裙。罗宾虽生于黑暗，可他依然明媚生长，似乎也暗示着罗宾内心的渴望。随着罗宾那句我想活下去，把我也一起带去大海吧，伙伴们简直 buff 叠满，宣战世界政府，横扫司法岛，成为海贼王里经典场面之一。期间 CP9 借着假面舞会威胁罗宾就擒，罗宾为了不拖累伙伴，和 CP9 达成放过草帽团的约定，换上了一身带有流苏监视的绿色长袍。这身装扮在海上列车上却出现搞笑一幕，为了躲避政府的搜查，罗宾被迫和乌索普合体。或许也是在此刻，罗宾从此无敌讨厌合体，认为这是一件羞耻的事情。水之都休整期间，大家换上了卡雷拉公司团服，罗宾呢是一件粉红色上衣和藏青色七分裤、白色高跟鞋。全员悬赏时，罗宾则是换了一件 V 字领的紫色带条纹上衣，而这件衣服也必然是弗兰奇的噩梦。拆弹专家罗宾在这里对弗兰奇进行了排遣工作。到了恐怖3人帆船期间，罗宾穿了一件紫色带蕾丝边的包臀裙，外加吊带渔网袜、紫色长筒靴。我承认娜美的穿搭非常吸引人，但谁又能拒绝一个如此穿搭的罗宾呢？恐怖3人帆船最后休整期间，罗宾换了2套衣服，一套是拉夫领喇叭袖的米色衬衫，带了一条项链，
七分裤和凉鞋，后面是一件玫红色立领衬衫，外面是一件白色外套。紧接着到了香布地群岛海域，罗宾又换了衣服，一件鲨鱼领的无袖上衣，比较个性的腰链、帽子、裤子和鞋都是经常穿的款式，紫色元素比较重。登岛没多久，罗宾和娜美就一起相约去购物街买衣服去了。和伙伴分散后，罗宾被派去了劳动王国，被抓去当奴隶建那个桥了。在这里，罗宾穿的是一件连体工装，不过这工装倒是让罗宾穿的还挺性感。上面3926的编号是弗兰奇和罗宾的生日，一度让人怀疑这是在撮合罗宾和弗兰奇的 CP。之后，罗宾被革命军解救，革命军对罗宾好吃好喝伺候着，还给罗宾提供了一件紫色长款棉服。在革命军2年间的优渥生活，自然是也不缺衣服穿。至少在罗宾的回忆里就出现了2套衣服，干净的衬衫和花边的吊带连衣裙，都很温柔。2年后的罗宾直接就是一个风格爆改，头发留长了很多，梳成了干净亮丽的背头，皮肤变白了。当然，罗宾的肤色还得是动画组的锅，不过也可以解释为离开阿拉巴斯坦慢慢给捂白了。穿搭上也是更加温柔优雅，一件蓝色立领皮夹克，上面的印花图案很像是罗宾的花花果实的形状，下半身是同样有印花的带流苏的沙滩裙，一双玫红高跟鞋，一副很酷的太阳镜挂在额头，整个人的气质要比2年前阳光很多。看来这2年罗宾过得不错，确实草帽团里也只有娜美和罗宾的生活环境最为惬意了。在去往渔人岛的途中，罗宾在外面套了一件灰白色的大衣，这套装扮罗宾也穿了很久，一直到渔人岛结束，罗宾换了件深 V 领喇叭袖的连衣裙，里面是粉红色印花的珍珠吊带。作为一个海贼团，一直以来草帽团抢的最多的居然不是钱，而是衣服。在冰火岛，罗宾抢了件粉红色的连帽大衣保暖，穿着这件衣服之后，罗宾在风雪中开启幻之翼缓缓降落的画面简直美炸。在最后的雪地宴会上，罗宾换了一件毛茸茸的大衣，这件大衣有一个很厚实的小熊帽子，罗宾穿上超级可爱。而弗兰奇此时的发型呢，也是个熊耳朵，不信你们要闹哪样？在去德岛的路上，罗宾换了3套衣服，一套是酒红色珍珠吊带加栗色裤子，第2套是给桃之助洗澡的时候裹的一块浴巾。这里的罗宾很美，但桃之助也真该死了。第3套是淡紫色的立领衬衫和紫色短裤，这里罗宾换了一个龙须刘海高马尾的发型。到了德岛，罗宾作为交还凯撒小组跟随罗去了格林比特，罗宾换了这套贯穿德岛的经典衣服，一件蓝色吊带连衣裙、微型口长靴、一顶白色冷帽，这套装扮集罗宾的帅气和温柔于一体。另外，罗宾还穿过卡文迪许的那件拉夫领大衣，衣服里面碰巧是紫色的，还真挺适合罗宾的。期间混入玩具工厂时，罗宾换了一身这里的工装，戴了个牛角头盔，这样穿的罗宾也非常飒爽英姿呢。随后罗宾被砂糖变成了玩具，是一只穿着裙子的黄毛洋娃娃。打败明哥后，罗宾在休整期间和宴会期间穿了件带有斗牛字样的文化衫和热裤。在这里，弗兰奇居然又正大光明的和罗宾穿一样款式的衣服，没错，就他俩一样。佐屋期间，罗宾换了身紫色系的高领线衣和短裤，并且一直对看侍郎画出来的龙之助表示卡哇伊。罗宾酱前卫的审美。草帽团参加过德岛大战的伙伴们分头前往了和之国，所以集体掉下了蛋糕岛。到了和之国，罗宾直接就来了个超绝的新装扮，艺伎小罗宾。可以说和之国的画风一无是处，但罗宾酱的这波那是谁看谁迷糊。所以为什么花魁小紫登场的时候大家觉得平平无奇，因为花魁罗宾已是登峰造极。此外，在后面和罗的回忆中，罗宾刚来和之国时其实是穿了一件紫色有型工装，也很好看。除了这套比较正式的和服，期间罗宾足足换了4套浴衣。集结兵力期间，罗宾穿了一身紫白格子的浴衣，鬼岛战斗的时候则是一款带有花花图案的无袖清凉款浴衣和披风，发型上戴了一个红色蝴蝶结。这套衣服的罗宾拯救山治大战黑玛利亚非常帅。战后换了身格子式样的，这一套的腰带比较好看，蝴蝶结系法有花的图案。之后在宴会上又换了一件，不难发现这几套都是紫色系为主。期间潜入鬼岛的时候，警卫们给草帽团变了围巾式样的团服。为什么罗宾他们这么清凉呢？就警卫们那些小心思，早在给娜美变装的时候就暴露了。离开和之国时，大家换回了休闲装，罗宾是一件杏色上衣和杏黄色的短裤，紫色高跟鞋。进入弹头岛海域遭遇风雪天气，罗宾换上了件紫色棉服，这款式好像和当初革命军给的那一件差不多。登岛时，罗宾是一件白色衬衫，里面是紫色的吊带裙，之后换上了特色的未来服。布鲁克到底做了什么好事要这么奖励他？直到撤离弹头岛后，在例行宴会上，罗宾换了件两侧有条纹的卫衣裙。去往埃尔巴夫的途中，罗宾换了件带有心形骷髅标的吊带和短裤，还戴了副眼镜，更加淑女了。由于罗宾他们在东利和布洛基船上，所以没有被罗德的乌鸦直接带去埃尔巴夫。不过罗宾在这段时间却换了发型，布鲁克给罗宾复刻了2年前的经典皮肤，复古的刘海罗宾啊，还是很让人怀念的。目前罗宾已经到了埃尔巴夫，并且和萨乌罗重聚了，估计全新的穿搭也要来了。其实主线里的罗宾穿的还是太保守了，剧场版里的罗宾才能发挥真正穿搭的实力。强者世界里的苹果绿条纹的卫衣裙，加上眼镜和马尾，非常少女，非常清纯。后面则是直接风格反转，草帽团化身西装暴徒，但罗宾还稍有不同，帅气风衣一穿，连衣裙配黑丝，这腿你就看吧。最后罗宾则换了件比较透气的网纱衣，这种半截裤配小高跟鞋，则是一直都是罗宾的个性穿搭。剧场版 Z 里，罗宾重返18岁，那件蓝色条纹高领毛衣也是非常经典。这里的罗宾也是唯一一次双马尾发型。
罗宾在酒吧当舞者的场面也是罗宾最美镜头之一，个性的单边吊带衣加开叉长裙，直接就是惊艳全场。最后草帽团换上喜庆团服，因为娜美变成了小孩，那观赏性这一块就靠罗宾了。罗宾也不负众望，内衣外面直接穿开衫，超短裤配长筒靴、长筒袜，大腿上还绑了条袜圈。黄金之心里则是开局一件紫色棉服和高领毛衣，下面则是紧身裤和靴子。而罗宾之后的这套绑带式工装加牛仔裤、棒球帽的穿搭非常苗条有型。黄金之心里最炸裂的穿搭当属是罗宾娜美的纱织风格了，恨不得开到肚脐的领子，欲盖弥彰的纱裙，颇有西域风格的面纱。关键是他俩还被铁链给拴着，乍一看并不觉得这是个正经动漫。黄金城里，罗宾少有的穿上了比基尼，罗宾这种髻上的看起来是更稳重成熟的风格。草帽团的晚礼服套装，罗宾是一件花边连衣裙，加上蓝色披肩和太阳镜大马尾，比其他人更加优雅贵气。之后伪装天龙人的时候，罗宾则是首次穿上了一套女仆装，玩反差是吧？最后的夜行衣环节，长筒靴、短裤、风衣，果然还是这种适合罗宾，如此酷帅的罗宾才是熟悉的味道。狂热行动里，开局罗宾带了条发带，穿了件带有黄色条纹的泳衣和喇叭裤，果然时尚是个轮回，曾经风靡一时的喇叭裤换了种版型，这2年还是挺火的。后面罗宾换了身挂脖领的连衣裙，外面是件紫色风衣和淡紫色靴子，这个配色还是很舒服的。在最后的彩蛋里，罗宾是一件蕾丝领红色花边的连衣裙。热的剧场版里，罗宾有2套衣服，一套是裁剪风的连衣裙，外面是短款夹克，下半身就比较个性了，一只脚短靴，一只脚长靴，配破洞风的丝袜。第2套是战斗服，这个铠甲靴就很帅，特别像个女骑士。手掌岛中，罗宾是一件吊坠款的吊带和菱形镂空的牛仔裤，在开局草帽团时装秀中非常冷艳。迷雾岛，罗宾有2套衣服，都是经典名场面，一个是穿着波点连衣裙弹硬币的场面，一个是夹克短裤长靴被海军逮捕捆绑的场面。草帽团里娜美和罗宾的衣服是显而易见的最多的，而罗宾的穿搭风格和娜美还并不一样，罗宾更喜欢穿长裙、七分裤以及短裤，衬衫、夹克、靴子更多一些。娜美活泼开放，罗宾稳重成熟，衣品也多少能反映出一个人的性格。罗宾的穿搭就给人一种什么感觉呢？这个姐姐非常的疼人，或者弄得人非常疼。肚兜包矮索隆的那些超帅穿搭，作为海贼王里的帅哥之一，索隆的穿衣风格主打一个款式简洁，衣服不少，早期没太大变化，后期开始丰富起来。而且那个绿色腹卷一直都在，注重腰部保养的男人，被小冯亲切的称呼为肚兜男孩。索隆最经典的一套衣服就是开局的这一套了，白色风力衫、发绿光的长裤和靴子，官方设定其实是黑色。这套衣服一直伴随了索隆很久，不过索隆也是草帽团男生里最早换衣服的。早在阿龙乐园，索隆换了一件波纹加名人卷图案的衬衫，非常潮流帅气。因为白色风力衫在和鹰眼的对战中被砍坏了，这一件应该是抢的阿龙手下的。阿龙那边的穿衣风格都是类似款式，挺风骚的。到了慈古岛海域，气温骤降，索隆换了2件冬装，一件是长款的羽绒服，款式和颜色还是非常时尚的。而且索隆这款羽绒服有 DKP 3个字母，这是相扑熊猫的缩写，在海贼王里属于高端服装品牌。之后索隆光膀子登岛，半路抢了一件士兵冬装取暖，非常满足，笑得很开心。后面索隆就很少有这种路飞式的笑容了。到了阿拉巴斯坦，因为需要伪装加上气候使然，山治为大家买来了头顶一块布，全球我最富风格的衣服。索隆呢是一块橘黄色头纱和黑灰色披风，这套衣服是索隆很帅的一套衣服之一。这套衣服还有另外2个版本，一个是不带头纱版，一个是带自己的头巾版。直到跟梅斯特万对战时，索隆才回到原皮。其实阿拉巴斯坦索隆的裤子有个细节，就是他的裤腿一直都是烂了一截的，因为在小花园被3哥的蜡烛禁锢后，索隆这个狠人要砍掉自己的脚，刺破了裤子，后来拔出来的时候就弄破了裤子，所以他这一条裤子一直都是烂一截的。草帽团打败老沙后，大家沐浴更衣，进入休整期间，索隆换了身舒适居家的长袍，当然索隆也没有忘记在外面系上自己的本命肚兜和头巾。到了加亚岛海域，草帽团下水探索沉船，索隆换上草根发明家乌索普自制的潜水服，虽然路飞和山治也穿了，但索隆这个最特殊，因为有一只章鱼一直趴在索隆的头上。到了空岛，索隆为了救乔巴，在祭坛勇斗空岛鲨鱼，弄湿了衣服，娜美贴心的给了索隆一件新衣。索隆这套蓝色背心带防风镜的装扮也是很好看的一套。在水之都，索隆迎来了一件超帅装扮，一件黄色夹克，不仅仅是款式飘逸潇洒，索隆穿着这身衣服用出了很多帅气的新招式，在火车头上过关斩将、披荆斩棘，以及第一次开9刀流。打完司法岛，草帽团统一换上了一套冰山市长提供的团服，上面有卡雷拉公司的 logo， 索隆是一件藏青色款式的 T 恤。水之都最后，索隆给人带小孩，换上了一件非常不合身且搞笑的背心，上面还有那个大姐的头像和妈妈的字样。虽然这是原创剧集的服装，不过奶爸版的索隆还是非常经典，值得纪念的。恐怖3帆船期间，索隆换回了原皮，只是在最后重伤休养期间换上了件深灰色的短袖开衫。亨利衫的原皮在这里跟随索隆成就了什么也没发生过的经典场面。后来在主线里，这件衣服就再也没穿过了，成为绝版。不过在剧场版《狂热行动》里，这身初始原皮居然惊喜返场了。然后在香波地群岛，大家一开始是抱着度假的心态玩的，所以索隆换了一件红色条纹的休闲装，并自信的独自出门玩耍。
而在这里出现了你要问路吗的经典场面，和伙伴分散后，索隆被熊拍到了鹰眼的城堡，被佩罗娜捡到。这里出现了索隆很经典的一套装扮，佩罗娜给安排的库玛西套装，很奇特但很可爱，加上佩罗娜梦魇一样的果实能力，直接给索隆整疯了。之后索隆不知道在哪里找了件暗夜绿色的短袖，应该是鹰眼的，劈开墙就要逃跑。2年修炼归来，索隆一改之前的穿搭风格，有了一件全新的绿色战袍，腰间系了条红色飘带，显得整个人挺拔了不少。开局就理直气壮的上错了船，还把人家船给劈了，那个标志性的肚兜依然还在，只是裹在了里面。这套战袍也是跟了索隆很长时间，从2年重聚一直到冰火岛，而且还可以2穿，把上面的退下来就成了光膀子版本，可以无拘无束的战斗。另外还有2个版本，一个是在冰火岛抢了茶壶子手下的一件貂皮，还有就是打败凯撒后的雪地宴会上一件苹果绿的大衣，这2件都是直接套在袍子外面的。到了德岛依然是需要乔装打扮的原因，索隆在主线里第一次穿上西装，索隆穿西装也非常的帅，很板正，一开始还配了假胡子和墨镜，上来被大将藤虎问路，给人一种帅哥搞笑男的感觉。期间路飞索隆警卫门为了躲避海军搜查，还特意换上了动物套装，其中路飞是只鲤鱼，警卫门是青蛙，索隆是最可爱的猫套装，而且这只猫也有一条绿色腰带。德岛结束后，索隆换了件简单的白色衬衫，然后在去佐屋的途中又换了件蓝色的 T 恤。随后索隆就开启了整个蛋糕岛和世界会议篇长达3年的吊线，归来已是和之国。当这个身穿绿色羽织的背影进入画面，还是非常激动的。由于索隆战斗的动作大开大合，并且充满力量感，这身衣服在索隆身上相当飘逸，如盼的下摆处有青海波的图案。这套衣服分为有羽织版和无羽织版。期间索隆在刑场闹事的时候，则是一身纯白色的如盼。之后进攻鬼岛，索隆又换上了战袍的款式，只不过颜色变成了黑色的，依然是能改成经典的2穿或者是戴头巾的各种版本。期间因为草帽阵营需要混入鬼岛，索隆用警卫门的能力穿了一阵子维京人装扮。后来索隆舍命去挡双四皇合体技之后身受重伤，在这里索隆又换了一身炸裂的装扮。原本这活应该是罗干的，结果一个医生把一个病号交给了一个厨子，自己去当战斗员了，所以明刀绿藻横空出世，山治用绿藻十字刃暴力清兵，猛斗魁印，非常趁手。这套装扮还衍生出了很多梗图。鬼岛大战结束后，大家例行宴会吃喝，沐浴更衣。这段时间索隆换了2身休闲类的衣服，一身是有花轮图案的绿色浴衣，一身是有前纹图案的蓝色浴衣。离开和之国时，索隆那身绿色战袍又现实返场了，这套衣服时隔整整10年，终于又穿在了索隆的身上。进入弹头岛海域，天降风雪，别人都冻得哆哆嗦嗦的，索隆敞怀穿大袄也是很骚的。当索隆用出一刀流恶港鸟斩大水球的时候，索隆表示衣服可以不保暖，但一定要显帅。索隆登上弹头岛后，和前面的人一样换了特色的未来服，索隆是黑色的连体装加一件潮流夹克，相比而言，索隆穿上这一身属于是最酷炫的那一个了。成功撤离弹头岛后，在例行宴会上，大家都换回了自己的日常装，索隆看起来是换了件简单的短袖。之后路飞等人被罗德的乌鸦带去了艾尔巴夫乐高城堡，醒来已经被换上了维京式样的衣服。虽然索隆在鬼岛也有维京装扮，但那个有点憨憨的，这个直接就是一个帅气面罩，好家伙，真成佐罗了是吧？另外还有带有肩甲的披风，毛茸茸的裹腿、护腕和大腰带，这一套要比鬼岛的帅。当然主线里还不能完全展示索隆的衣品，剧场版才是自由发挥的天地。剧场版索隆有3大很绝的穿搭，首先就是工装。首长岛篇草帽团开办时装秀，在大家的催促下，索隆被迫营业，换了身工装裤和夹克，还是很帅的。迷雾岛索隆穿了条迷彩的工装裤，黄金之心则是一件连帽的藏青色工装，这一身可以说是索隆最帅的工装了。狂热行动里是一身颜色和前者相似的短袖连体工装，拉链直接敞开，怎么风骚怎么来。然后是索隆的休闲装系列，黄金城里的迷彩沙滩裤加绿色棒球帽，这一身相当痞帅。强者世界里酒红色条纹衬衫。其实索隆的穿衣特点还有就是不管什么款式，领子一定要大开，露出些许胸肌，甚至直接不穿上衣，展示硬汉气质。之后索隆换了件 V 字领锯齿图案的 T 恤，绑了一条印花头巾，气质非常潇洒。Z 里面索隆则是穿了件条纹开衫，戴了副椭圆形太阳镜，这个酣畅喝酒的一幕也成了索隆最帅镜头之一。狂热行动里的绿色十字印花的肾平服也挺好看，比较个性的肾平服袖口处会有网状镂空的设计，索隆这件就有。热的剧场版里，索隆的休闲装是走的破烂风，裤子是破洞的， T 恤是撕烂的。这一次索隆还带了一条项链，上面有3根条形装饰，正好和索隆的3个耳钉搭配起来。然后就是索隆的西装和一些正装吧，索隆穿西装别有一番气质。Z 里面一套灰色休闲款西装，里面是一件条纹衬衫和白色内搭，下面居然是一条短裤，加上一副黑框墨镜，很帅很帅。不得不说索隆还挺会穿呀。黄金城里的白色礼服，这也是个混搭穿搭，外面脱了，里面直接就是夜行衣。热的剧场版里的战斗服，外面皮衣加古典的内衬，既前卫又不失正经的感觉，还有点摇滚范儿。强者世界里的西装暴徒，索隆在这里穿西装要比德岛早很多，索隆穿西装就给人一种既板正又凶狠的感觉。Z 里面的酒红色战袍加大红色披风，这也是草帽团的一套团服，有一种成为海贼王后圆满撒花的即视感。
不得不说，索隆真的是很喜欢这款战袍，除了这个颜色，还有绿色和黑色，一共3套了。索隆的衣服款式呢，一般都是比较简洁有型的。印象中，索隆不经常换衣服，但细数下来也真不少，而且每一件都符合他的气质。看来索隆也是很会穿搭的潮男。哪些篇章最能代表海贼王？海贼王至今大概有20个大篇章，大家认为哪个篇章最好看呢？这个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没有标准答案。Hello， 大家好，我是修炼2年半的素材果实。那我就说一下我感觉的，大概有4个篇章能为海贼王出战。1. 空岛篇，这个篇章可以说是把海贼王的人文格局拉到无限高的存在。初看空岛篇可能觉得中规中矩，但是现在看来，这应该是再也无法逾越的一篇浪漫神作。探险家诺兰度和大战士卡尔加拉的约定，山迪亚人会一直敲响黄金钟，等待这位老朋友再次做客。冲天海流将大半加亚岛抬上白白海，生灵在大自然面前的渺小和无能为力，但为了信念和约定，山迪亚人誓死守卫家园，那不屈的意志。空岛原住民认为这片土地是神赐予的，所以因为文化、认知、信仰的不同，而爆发了长达400年的战争与纠葛。当甘福尔讲到白白海的土地是这么来的时候，山治和乌索普说，这本来就是你们的不对啊，相信这也是尾田的立场吧。但恩恩怨怨，我们人类文明不也是这样一步一步走过来的？最后大家携手草帽团打败强敌，守护了这片一直赖以生存的家园。美妙的钟声再次响起，这是山迪亚人和空岛原住民都想听到的，所以他们明白了求同存异，结束战争，共同生存在这个星球上是多么珍贵美好的事情。诺兰度没有说谎，黄金都市是真实存在的，空岛也是真实存在的。路飞用那个高高跃起的大投影向栗子头大叔证明自己做到了。就是在海贼王里很难找到第2个能有这样波澜壮阔的篇章。2. 水之都与司法岛篇，和空岛篇相反，空岛篇把格局扩得很大，可能有人不喜欢这种类型，而司法岛篇就是专注一个小团队里的情感了。纵使草帽团一路走到这里，但也并不一帆风顺。梅利号大战将至，乌索普和路飞决裂，罗宾的难言之隐。这个篇章里，草帽团遭遇了前所未有的危机。草帽团是一伙怎样的人？看完司法岛篇就大概能了解了。路飞作为船长，他要为全体伙伴的性命和梦想负责。可我们也能懂梅利对乌索普来说意味着什么。罗宾的不告而别让草帽团开始非常焦虑和迷惑。可我们也能懂罗宾从小到大经历过什么。他能遇到真心在乎他的人真不容易，这比他的生命更重要。我们也能懂罗宾的我想活下去，把我也一起带去大海吧，压抑着多少渴望和勇气。索隆毫不客气地拔刀阻止伙伴不能无条件原谅乌索普。可我们也能懂索隆身上肩负着什么样的职责和信念，他对路飞多么的忠诚。我们也能懂乌索普道歉后牢牢被路飞拉住手的时候，索隆那一抹笑是何等的发自肺腑。山治对乌索普的鼓励，弗兰奇关键时刻的可靠，真的都超级帅啊！而乔巴也不再反向躲藏，不惜过量嗑药与敌人同归于尽，也要救出罗宾。娜美也不再怯战，在水之都拼命呐喊，在司法岛替山治出头，因为罗宾是我们的伙伴啊，因为草帽团就是这么一群人啊。3. 阿拉巴斯坦篇，阿拉巴斯坦可以说是一段伟大冒险，一部伟大作品的真正开始。他创造了很多开端，除了主角团，越来越多的人物在这里开始有了魅力。斯摩格为了人情与正义放过草帽团一马，拒绝五老星嘉奖，还让他们去吃奥利给。老沙我觉得是第一个真正有智谋有野心，并且去稳步实现的一个枭雄，以至于到现在还能在大海上掀起风浪。小冯因为觉得和草帽团在一起感觉很有趣，路飞也愿意和小冯做朋友，小冯也甘愿为他们两肋插刀引开海军。到后面海底大监狱篇，小冯更是让人永远不会忘记。微微一个没有公主脾气的姑娘，虽然救国心切，但她懂得治好娜美才是这艘船最快的速度，毕竟微微从小就这么格局。微微和草帽团告别的画面也成了永恒的经典，历史正文在这里出现，干部对位在这里成熟，世界感在这里加强，越来越多的神奇动物开始出现，可爱仗义的功夫海牛，狡诈滑头的欺诈鸟，喜欢美女的骆驼和斑加蟹，一整个憨憨的香蕉鳄等等，这些也是之后海贼王从来少不了的元素，他们一起构建了海贼世界的蓝图。4. 顶上战争篇，鬼岛大战已经结束，我感觉他依然没能超越顶上战争的地位。先说阵容，顶上战争海军最能打的基本上全都到场了，当时的新老七武海也全都来了，白胡子团、红发团、黑胡子团，这个咖位很难超越。除了剧场版，能超越的恐怕也是最后的终极一战了。少了海军就少了很多看点和乐趣，所以想看海贼王全明星，还得是顶上战争。最主要的是格局差得远。顶上战争往大了说，一句 One Piece 是真实存在的，直接让海军想震慑海贼的这个最重要的战略目标荡然无存。超新星纷纷崛起，海军搬家，世界大征兵，大海比以前更乱了。缩小到人身上，白胡子海贼团和艾斯的羁绊，卡普在正义和亲情之间的纠结，艾斯舍身守护路飞，用白胡子成王的信念对艾斯当然重要，但他并不后悔，因为比这个更重要的是路飞啊。所以鬼岛战争对比顶上战争怎么总结呢？就是纸面配置虽然差不了太多，但内核不行，它带不动啊。那么以上就是我认为能代表海贼王的封神篇章了。海贼王那么多篇章，总有一篇是你的最爱，每个篇章都展示了不一样的人文历史、战斗冒险、神奇故事，但唯一不变的是那群一直可爱的人们。
这大概就是海贼王最有魅力的地方吧。赤犬手里的举报剑，升任元帅的赤犬在办公室里每天苦大仇深的样子。为什么老是蹲在办公室呢？因为他要忙着举报，想举报的人多的都快举报不过来了。首先赤犬想举报黄猿，先勾选一个异常开局行为。顶上战争，青雉开局冻住了白胡子震起来的海啸，赤犬开局击碎了乔兹扔过来的冰块，黄猿开局对敌输出为0，还自己翻回来把自家城墙给怼塌了。其次勾选他是演员，只要有黄猿出手的地方，路飞总能平安无事。香波地群岛丝血放人，顶上战争空技能，以及剧场版里断大，这不都是黄猿的杰作？而且革命军开始有动作后，现在黄猿都干脆明演了。以前起码衣服还微脏一下，现在脏都不脏了，就不打了，投了。黄猿和绿牛这俩人都快让这个姿势成为海军本部的企业文化了。早在和之国篇之前，黄猿主动请缨前去和之国，赤犬立刻将其叫住。最新一话的情报说，赤犬再次阻止黄猿前去弹尖岛。赤犬终于是发现了自己被演了吗？是。赤犬最后派了绿牛去和之国收割。当然，赤犬第二个举报的就是绿牛，勾选消极比赛。因为绿牛在和之国的表现非常让海军丢面子，赤犬是很在意面子问题的人，但绿牛甚至都没有见到那张世界上最有面子的脸，堂堂大将就被人家一波霸气给吓跑投降了。虽然绿牛确实也没招，不过那波态度显然是长他人志气灭自己威风，操作很散漫，态度很消极。赤犬还要举报吴老星，勾选言语辱骂，堂堂元帅被劈头盖脸一顿怼。因为吴老星无视赤犬干预民歌事件，让海军蒙羞，赤犬暴跳如雷，跟吴老星谈论面子问题。吴老星丝毫不客气，说你的面子算个什么东西，一人一句讥讽赤犬他们就是遮羞布而已。结果后来红发面见吴老星的时候，人家恭恭敬敬礼礼貌貌和红发谈事儿，赤犬哭晕在厕所，并按下举报键。赤犬还要举报斯摩格，勾选玩家水平过低，被击败次数太多。斯摩格很迷惑的一点就是，斯摩格在剧场版里，准确的说是跟路飞联手的时候怎么这么能打，给海军办事的时候却直接开启连跪模式。赤犬表示，怎么着，海军是减1 buff， 路飞是增1 buff， 这是路飞到位，四皇干废是吗？斯摩格，你先搞清楚你是哪一队的，先举报了。赤犬还要举报卡普，先勾选故意送人头，并非实力不行。赤犬拿着录屏展示说，大家可都看见了，海军英雄卡普跟自己的孙子打假拳，打小马一拳打翻，打路飞瞬间脑血栓，区别对待故意送头，然后还要勾选干扰其他玩家正常游戏。当时赤犬那边杀红眼了，对路飞紧追不舍，正在和慎平纠缠的时候，背后卡普开启队友伤害要揍赤犬，要不是战国阻拦和正义的分量，当时那个状态赤犬不死也残。虽然战国算是赤犬的恩人，但是赤犬依然要举报战国。先是恶意挂机，长时间无操作，开团的时候战国让赤犬上的，离间计的时候战国让赤犬去的，等到赤犬被白胡子锤得叽里咕噜的时候，赤犬想说战国你他妈人呢？哦，战国开的大一动不动在旁边看戏呢。还有战国的演员行为，楚刑台上打假拳跟后来打黑胡子的力度不一样，那个先不说，路飞把艾斯救下来的时候，战国你大招状态下乘胜追击啊，锤他俩呀，结果路飞3档之后变小了，战国也跟着变回来了。好家伙，战国这是生怕一个不注意踩死干孙子呀！不仅如此，赤犬还要举报战国一个其他行为，那就是脏活累活被人骂的活全是赤犬干的。然后战国最后跟钢骨空推荐调了800次线的青雉当元帅，赤犬表示，事儿我都给你办了，你个老战国夹带私货呀你！合着刚才我拿命打的那把晋级赛不算呗？赤犬无话可说，行，我都没你狗，不说了，举报了。赤犬还要举报青雉，拒绝合作，不参加团战。青雉被小马哥踢了一脚飞了，其实也没啥，关键是青雉被一脚给踢掉线了，完美避开了白热化阶段的团战。连上之后，顶上战争都快打完了。还记得长链岛的时候，青雉的能力是可以把一个岛屿的周围海域冻结1周的。追击路飞的时候，这冰层出去有100米没，就停了。顶上战争后，青雉赤犬两人爆发元帅之争，整个岛的气候都被两人永久改变了。赤犬也不是毫发无伤，脸上身上都有多处冻伤。赤犬悟了，顶上战争青雉你咋没这操作呢？都他妈演我！赤犬还要举报科比扰乱军心。科比在顶上战争最开始的时候怂了就怂了，最后科比还主动发起投降投票，全场被各种演的赤犬让一个小草长给教育了，赤犬哪能忍？但因为科比的拖延，红发及时到场，让战斗提前结束。赤犬还要举报藤虎，言语辱骂、拒绝合作、消极比赛、干扰正常游戏，演员全都选上。藤虎在德岛可以说是处处跟赤犬对着干，赤犬好面子，那藤虎就给利库王下跪。赤犬电话里说海军的颜面往哪儿搁，那藤虎就怼，这么在乎脸面就别出来见人了。赤犬想弄死路飞，那藤虎偏要放路飞一马。赤犬跟藤虎说你呀别回来了，那藤虎还偏要回去，在玛丽乔亚吃面条呢。可以感觉到赤犬的脾气一天比一天大，我让你们演一个个都举报。终于在某一天，赤犬把海军本部的所有演员全都举报掉了，哈哈，这下终于可以率领海军在新世界大展拳脚了。此时海军本部只剩下了赤犬一人。
黑胡子和女帝最新赏金公布，雷利支援守护女儿岛。海贼王1059话情报，又是信息炸裂的一话。本话标题名为科比大佐事件。海军方面的新型和平主义者登场，名字为炽天使，外表是有着白色的头发、褐色的皮肤、黑色翅膀的巨型孩子。这个描述显然是和岩灾近相似，也就是说，这些新型武器主要是来自对幼年近的研究以及人体巨大化实验。黑胡子在海军进攻女儿岛的时候，也对这里发动了袭击。黑胡子的目标是女帝的能力。我去，原来你是这样的黑胡子。黑团的女性船员九尾狐已经有果实能力了，或许能吃3颗果实的黑胡子，不会是自己想对谁用天天干风吧？同时，黑胡子的最新赏金也公布了，39亿9600万贝利，仅次于红发的悬赏金。女帝将大部分侵略者，包括黑团的九尾狐戴鹏和大九乔特，都变成了石头。女帝的最新赏金是16亿5900万贝利。作为女帝这方的朋友，专业救场的冥王雷利也出现在本话中，他制止了这场冲突。不过前来围堵女帝的科比却被黑胡子给绑架了。只是来完成任务的科比真的栓 Q， 这样的话，作为师傅的卡普岂能坐视不管？事情好像变得越来越有意思了。还有下周不休刊。以上就是1059话暂时公布的消息了，拜拜。索隆、山治不比点什么浑身难受。早在小花园的时候，岛上的东丽和部落基以火山爆发为信号，他俩会准时准点的展开决斗，持续了100年。而两人最初打架的原因，是因为各自捕获了一只海王类，因为一个小女孩提问谁狩猎的猎物更大，而开始了长达100年未分胜负的对决。历史总是惊人的相似。这一天，索隆上岛狩猎时，顺带挑衅山治，说要抓一些山治应付不了的野兽。山治岂能容忍索隆这样的侮辱？于是两人开启了狩猎比赛，以吨位定输赢。最后两人的战果颇丰，但山治说自己的猎物更大，索隆说自己的猎物更壮，反正谁说都有理。而且两人不接受平局，但因为山治的心上人索隆的债主娜美发火了，两人才被迫平局，老老实实上船走了。之后机智的山治明白了，这样纠缠下去不是办法，要以自己的优势比索隆的劣势，突破点就是索隆是个路痴。在司法岛的法院楼顶，山治帅气到达，原本以为自己是第一个到的，结果間違いなく一番乗り。さあロビンちゃんお待ちかね。俺が助けに。もうマリモ、てめえなぜ俺より先に。なあお前遅かったな。迷ってたのか。どこです覚えたんだてめえ。被索隆嘲讽你好慢，迷路了吧？山治属实被气笑了。实际上，索隆凭正常走路确实没办法赶超山治，但他压根就没正常走路，走了一半，直接一招龙卷风把上面全部打穿了。毕竟索隆上下还是分的，还顺带把娜美他们一起送上来了。之后，聪慧的索隆也明白了，用自己的劣势赢了别人的优势，岂不是杀人诛心吗？于是2年后，第一个到达签到地点的索隆对山治开启了无尽的嘲讽。索隆总会有一些奇特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劣势，比如这一次就是佩罗娜领他来的。但不管怎么样，索隆给山治起了一个很应景的外号——娜娜榜7号，这可是把山治一顿好气。索隆后来砍伤凯多，他都不会炫耀，但是2年后第一个到的索隆当时可是无比自豪。显然，这对索隆来说是最能吹一辈子的事情。在愚人岛，大家相继展示2年修炼的成果，索隆山治依旧互卷。这回不是比猎物大小，也不是比谁第一个到，而是比一个人能打多少个。2个人谁也不服谁。慎平当时还疑惑，他俩打了鸡血一样，到底在比什么？在佐屋的时候，当时山治被要挟去了蛋糕岛，路飞表达了要救回山治的决心，并在猫狗老大他们面前夸山治很厉害的，一个人可以抵得上1000个人。这时候索隆不服气了，说自己可以抵得上2000。娜美只能无奈地摸了摸索隆的头，安抚索隆。这种草帽幼儿园式的斗嘴在2人身上时有发生，比如在娜美变小的时候，2人就变小这个话题展开了争论。あ、下ろすぞマリモ野郎。てめえがガキに戻ってりゃ俺が踏んづけてやったのに。バカ、お前を倒すのに俺はガキで十分だ。だと？じゃあ俺はもっとガキの3歳児でお前をぶちのめしてやる。ブーフ。それなら俺は赤ん坊で十分だ。だったら俺は何だってんだよ。喧嘩してる場合じゃないでしょ。蛋糕岛之后，路飞和山治更新了悬赏令，当时索隆悬赏是3亿2000万，3亿3000万的山治兴奋的振臂高呼。在悬赏令上，山治扳回了一城，被不能理解的娜美吐槽这些无聊的数字有什么好攀比的。虽然和治国后还会有变化，不过至少目前还是压索隆一头，山治可要借这个机会好好炫耀一番。尽管索隆山治平时吵架斗嘴攀比，不过可以全当是航海路上彼此的一种念想，一种进步的动力，因为一旦正经起来，2人也是有足够的默契。作为未来海贼王的双翼，2人也是路飞身边可靠的左膀右臂，平时吵吵闹闹。然而索隆山治在路飞成为海贼王这件事上可是有着坚贞不渝的合拍与和谐。
魔鬼也需要伙伴。明哥作为海贼世界里的暗黑人物，和亦正亦邪的老沙相比，明哥坏得更彻底。他极具野心，用残忍手段窃国，很多人变成了玩具，抹除了亲人对他们的记忆，实现统治，构建庞大的地下世界利益链。他讨厌背叛，手刃亲人手足，把铲除异己的冷血无情展示得淋漓尽致。明哥这样性格的一个人，按理说他对任何人都是这样的，但并不是，至少表面上不是。另一面，明哥是受到部下忠诚拥戴的少主，他也是堂吉诃德家族里大多成员的恩人。明哥信任家族里的每一个人，包括一开始没有露馅的亲弟克拉松，一开始没有逃走的罗，一开始没有倒贴跟别人跑的 Baby Five， 以及觉得自己完不成任务的迪亚曼蒂等等。老沙身边同样有忠诚于自己的部下，但巴洛克工作社的性质属于神秘的地下犯罪集团，在最后的作战计划前，大多部下还从未和老沙见过面。而堂吉诃德家族自始至终是类似于家庭的性质，但这个家庭一半真一半假吧。老沙比较直接，他不信任任何人，需要的就是手下。而明哥的半真半假，真是他确实需要的是家庭，这跟明哥童年悲惨的经历有很大关系。假是他也需要有给他无条件卖命的人。明哥的手下像莫奈、砂糖、Baby Five、巴法罗，包括后来离开的罗，不是沦落到孤儿，就是无家可归，被明哥捡回或者收留。其中莫奈对于明哥的忠诚，真的让人有点难以置信。或许莫奈对于明哥的感情早已不单纯了。莫奈被明哥派到凯撒身边做秘书和监视，从一个正常的女人到后来接受改造变成鸟女，也无怨无悔。在局势无法挽回的时候，莫奈也早就准备和草帽一伙同归于尽了，打算将这里的一切和明哥的这些黑料一同灰飞烟灭。生命的最后，莫奈坚信明哥会成为海贼王，这不禁让人想到伙伴们对路飞的那种感情，但最后因凯撒误刺莫奈心脏引爆没有成功。什么大风大浪都见过的明哥，此刻也变得无比阴沉，那种愤怒的压迫感一下就上来了。虽然明哥确实狠毒，不过他对自己的部下肯定还是有感情的。然后是维尔哥，他是明哥身边最早的一批人，但这么多年因为去海军当卧底的缘故，他没有获得在家族内应有的安稳和权利。尽管他一路做到中将，但这么多年他一直把明哥的事情放在第一位。维尔哥有多么铁石心肠，也就说明对明哥有多忠心。他为明哥清除障碍，算是最辛苦的一个干部。在维尔哥被罗大卸10几块的时候，明哥通过电话虫安慰他，抱歉了老伙计，你可是和我相处的最久了，一直以来真是辛苦你了。在生命的最后，听到这些话的维尔哥心满意足，发自内心的笑了。还有塞尼尔、拉奥季在落败的时候都说了一句对不起了少主，包括古拉迪乌斯，这些人的忠诚确实也是真的。说明哥是一个洗脑大师也好，是自己的利益至上也罢，可以让部下轻易的为他付出生命，但谁又会傻到无缘无故为别人卖命？明哥在他们走投无路时帮了他们，收留了他们。平时明哥对这些部下还不错，也是真的，还帮在外面欠了9800万贝利的 Baby Five 还花呗，干掉了那些对他不怀好意的人。最后 Baby Five 人格原因完全把明哥抛到脑后，跟别人跑了就是另一回事了。明哥对部下有收养之恩，只是有一点，明哥、路飞、白胡子虽然都是自己船员的大恩人，可路飞为了救罗宾可以打司法岛，白胡子为了救艾斯可以打海军本部，而明哥对于莫奈想与草帽一伙同归于尽的做法，虽然有难过之情，但他还是淡然的示意莫奈和维尔哥收拾收拾，准备上路吧。平时没事的时候，明哥可以无条件的对部下好，一旦出事儿，明哥也会同意部下无条件的为他去死，因为明哥最讨厌别人背叛他，顺我者昌，逆我者亡。表面上明哥是个好老大，但部下性命和家族利益2选1之下，这也是他和路飞、白胡子对待船员最大的差别。当然，或许在明哥部下的心中，他们也不求明哥做出像路飞、白胡子的那些操作，就像罗宾和艾斯，他们同样不想连累伙伴们，只是因为路飞和白胡子去做了且做到了，我们才无比敬佩他们。而对于明哥的部下，他们觉得只因明哥对他们好过，那就足够了，因此可以为少主卖命，那这也是他们自己的事情。拿路飞和白胡子对待船员的标准去说明哥对自己的部下不够分不够深，想来想去确实也不公平，因为明哥从小到大都不是个好人，他对标的从来不是路飞和白胡子，恶人里面能做到像慈善家明哥这种程度的又能有几个呢？魔鬼也需要伙伴，而人总会有让自己崇拜的那个人，堂吉诃德家族就是这样一个团体。明哥从童年乃至到现在为止都是个悲剧，后来这些干部做出忠诚但没有意义的牺牲，堂吉诃德家族的覆灭完全也是明哥自己做的。只能说恶人之间也有恶人的情谊，但作恶多端终究有一天要罪有应得。